这段监控视频由 YouTube 的博主 Equilibrium Collective 分享。如你所见，似乎是一个半透明的人影从沙发上坐了起来，他经过了镜头前，然后再次折返了回来。从它的特征来看，应该不是烟雾之类的东西。那么这会是什么呢？传说中的阿飘吗？这是国外的一个路边监视器拍摄到的诡异画面。画面中，你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半透明的人影在小路上快速地移动。然而，更离奇的是，在那半透明的头部居然有一个闪烁的发光点。从外貌特征来看，这绝不是一个人类。那么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会是摄像机的故障吗？亦或者是某种超自然的生命形式呢？下面这段诡异的视频由行车记录仪拍摄到。แล้วมันก็ไปปุ๊บพอไปปุ๊บแฟเนี่ยแล้วแขนมันยาวเห็นป่ะแขนมันยาวมากเลยเพิ่งเข้าไปเลยอ่ะแต่ว่าไม่มีการเปิดประตูเลยอ๋อกำลังเข้าไปในนี้นี่หว่า如你所见，在车子的正前方出现了一个人影，只见他动作迅速，快步地走进了左边的建筑里。然而，令人感到诡异的是，当车子快速地行驶到男子刚刚停留的位置时，左边竟是一扇紧闭且上锁的门，门外还有围墙阻隔。刚才那个人影究竟是如何进去的呢？汽车行驶到这个位置也不过1-2秒的时间，这门看起来也并没有被打开过。让我们放慢来看，它看起来似乎就像是穿墙而过一样。那么问题来了，这究竟是人呢，还是鬼呢？下面这段诡异的视频是由门铃监控拍摄到的，拍摄地点在美国费城。某天深夜，希瑟·保罗正和丈夫以及2个儿子在前廊悠闲地享用着冰淇淋，然而这份宁静很快就被打破了。There's like little mosquitoes. Kind of going on. What? What did you say? What did you say, Mommy? I couldn't hear you. You gotta keep that open so you get all musty. Can't tell me it's not good. 如你所见，在希瑟的身后突然出现一个白色衣服的半透明的人影。当希瑟转身看的时候，她被吓到了，她小声地嘀咕着什么，可丈夫和孩子们却一脸茫然，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希瑟的丈夫和儿子都看不到那个白色衣服的半透明人影，而那个身影正沿着人行道缓缓前行。希瑟后来描述说，那个身影看起来像是一位女士，诡异的是，她身上穿着的竟像是20世纪50年代的护士服。希瑟被吓得不知所措，他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其他人都没看到这个奇怪的护士。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他赶忙查看了前门监控摄像头的录像。果然，
录像里也清晰地显示有一个半透明的白色身影在路上行走。之后，希瑟又发布了一段新的视频，试图对这件事做出解释。希瑟表示，他住的地方离一所臭名昭著的废弃精神病院比伯里州立医院只有1英里远。说起这家医院，那可是有着不少恐怖的过往，这里发生了很多虐待事件，还对病人实施了脑叶切除术，并在病人身上进行实验，很多人因此丧命，因为他们在那里受到的待遇实在太糟糕了。医院的条件非常不人道，真的很悲哀。Now, when I was a kid growing up, we used to definitely go in there, and it was really scary. Like, the second you walk on the ground, you just feel like it's cold, it's not normal, it feels weird. Like, you can tell somebody's watching you. There's underground tunnels underneath, so we used to run around them too, and they used to use those tunnels to transport bodies, and there was still those, like, metal slab beds that they were still down there when we went in there, like, you know, in the 2000s. Everyone that's a millennial from the Northeast is going to have a story about Byberry. I felt my arm grabbed in there once, and I moved my flashlight because I thought it was my friend, and my friend was like over there, and I'm like, oh my god. So last night we're outside, we're having ice cream, it's a nice night, and I see this lady just like appear out of nowhere, and I'm trying to remember what her face looked like, and I can't, like, it's not coming to me. But I know she just had like this weird smile on her face. It just immediately creeped me out. So 此外，希瑟还透露，他的父亲小时候就住在这所房子里。当希瑟把这段诡异的录像拿给父亲看时，父亲告诉他，隔壁曾经住过一个叫琳达的女人。在20世纪50年代，琳达是比伯里精神病院的护士。那么，希瑟看到的会不会是那家废弃医院护士的鬼魂呢？如果不是，那为什么其他人都没看到呢？下面这段诡异的视频由门铃监控拍摄到。某一天晚上10点钟，两姐妹正打算出门去参加睡衣派对，可就在即将出门之际，她们突然意识到忘记带睡衣了，于是赶忙折返回家去。就在她们进门的时候，门铃监控捕捉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画面。We just need to go and get your sleep. I don't know. Shut up. Hurry up. I don't go to your house and mess with your shit, so don't mess with mine.从监控录像里能清楚看到，一名戴着鸭舌帽的女子走进屋内，她手里提着一个模样诡异的玩偶，还对着两姐妹骂骂咧咧，大致意思是责怪她们不该乱动自己的东西。原来，两姐妹之前在路边看到一辆手推车，出于好奇，她们伸手动手推车里的玩偶，而那辆手推车正是这位戴帽子女子的。然而，这还不是监控录像中最诡异的部分。仔细观察录像，你会发现，在戴帽子女士进入屋内的这段时间里，走廊的地板上有一团黑色的影子快速闪过。由于它移动速度极快，根本无法看清究竟是什么，看起来就像是一团黑色的物质。不仅如此，监控摄像头还拍到了这团黑色影子出现在门口，同样是快速一闪而过，随后便凭空消失了。视频的上传者透露，自己以前在家外面也多次见过这个东西，而且都是在晚上。起初他以为只是一只匆匆跑过的黑猫，毕竟自己经常给流浪猫留食物，所以猜测可能是其中一只。但看了这段监控录像后，
他开始怀疑自己可能拍到了别的不寻常的东西。那么这团神秘的黑色物质究竟是什么呢？不少人猜测它或许是某种超自然的东西，也有人觉得可能和隔壁那位喜欢收藏玩偶戴着鸭舌帽的女子存在着某种关联。这段恐怖的视频来自于 TikTok 用户的分享。视频画面中，一位年轻女子在玩过通灵板后，精神状态出现异常，仿佛被某种邪灵附身。见此情形，她的家人赶忙请来一位巫师，希望巫师能为其驱魔。¿Quién lo mandó? Aquí tenéis la cruz. Aquí tenéis la cruz. Aquí tenéis la cruz. ¡Fuera! Heidi. Heidi. Dame la mano. 看到最后，似乎是驱魔成功了。那么这个片段是真实的驱魔影像吗？从女子剧烈的反应来看，很难让人觉得她是假装出来的。倘若真是装出来的，那她的演技着实堪称一流。看完这个，我们不禁要问：驱魔这件事真的存在吗？实际上，在罗马天主教会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类型的驱魔仪式，像洗礼驱魔、简单驱魔以及真实驱魔等。其中，我们通常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驱魔场景，就属于所谓的真实驱魔。从事驱魔工作的驱魔人，大多都是德高望重的老牧师。他们若想开展工作，必须接受正规的培训。在培训过程中，他们不仅要学习复杂的宗教仪式，还要熟背相关典籍。除此之外，他们还需具备丰富的历史、地理、化学和物理学知识。部分特定的驱魔人甚至还得掌握一些古老的语言。由此可见，想要成为一名正式的驱魔人难度极大。1996年，美国天主教协会正式任命了10位牧师担任驱魔人，这使得官方认定的美国驱魔人总数增加到了11人。一些非正式报告显示，全世界从事驱魔工作的驱魔人大约有150到300人。罗马甚至专门组织了一个驱魔人协会和研究机构。1992年，驱魔人国际协会成立。到了2005年，罗马的一所大学还开设了与驱魔相关的课程。如今，驱魔人这一职业逐渐走进大众视野，并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当然，无论人们是否相信驱魔的存在，我还是想用一句老话来提醒大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Descobrimos fogo aqui na terra, aqui, ó, do nada, cara. 这是在巴西，一群农民正忙碌地翻耕着土地。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发生了，泥土竟燃起了火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部分人觉得可能是地下蕴藏的天然气在翻耕过程中被意外释放，从而引发了燃烧，而另一部分人则更倾向于超自然现象的解释。那么，对于这一现象，你有更合理的解释吗？这是中国某家机器人公司正在测试机器人的性能，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人瞠目结舌。
只见这个机器人突然快速地挥动起了双手，疯狂地向工程师发起了攻击，那架势仿佛积压已久的情绪在此刻爆发一样。这究竟怎么回事呢？难道机器人产生智能了吗？一名女子去参观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 （Colonial Williamsburg）， 这是一座露天历史博物馆。Williamsburg 因其悠久的历史和保存完好的建筑，也流传着一些闹鬼的传闻。然而，就在参观的过程中，她却拍摄到了诡异的东西。I'm in Colonial Williamsburg, and this basement, I've never been able to go in here before. It is so freaking scary. Like, there are these, what looks like prison cells down here. Look at these. Tell me it's not absolutely horrifying. What the hell? Did you see that shadow? Look at these. Tell me it's not absolutely horrifying. What the hell? 如你所见，一个诡异的黑影快速的闪现，不一会就消失了。而女子此时察觉到了异样，但是当她走过去查看的时候，却什么人也没有看到。那么这个黑影究竟是什么呢？这会是在独立战争期间去世的士兵或者居民的鬼魂吗？夜晚，两个年轻的女孩在意大利一条偏僻道路上自拍。据视频上传者所说，这两个女孩纯粹是因为夜晚太过无聊，才跑到如此偏僻的地方玩起了自拍。Oh, regardez les étoiles, c'est trop beau. On n'est pas bien là. On n'est pas bien là. 其中一个女孩突然僵住，眼神中满是惊恐。她留意到前方不远处有个令人脊背发凉的身影。你可以看到，这似乎是一个无头的白色的人影。突然，这个白色的人影向他们两个冲了过来，女孩们瞬间陷入恐慌，立刻拔腿就跑。然而，当其中一个女孩回头在拍摄的时候，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影居然消失不见了。那么这拍摄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一些观众猜测这可能只是一个好色的男子，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也许根本就不是人类。